大家好，我是林秋生，欢迎来到康阳晚年。您这会正拿着手机，您低头看看，手机是攥在手里，还是搁在茶几上、床头边？您有没有想过，就在您看着我说话的这会儿，您手机屏幕上方的那个前置摄像头，它可能也正睁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您呢？您是不是觉得手机屏幕一黑，这机器就跟睡着了一样？您是不是以为只要没打开照相的功能，那摄像头就是关着的？还有，我的朋友们，要是这么想，那您可就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今天林秋生必须得跟大家伙聊个让人心里发毛、后背发凉的话。您的手机，它很可能一天24小时都不歇着，就在那儿看着您，听着您说话。它把您在家里的模样，您跟老伴儿说的家常话，都当成了可以传送出去的画面，传到了您不认识的人那里去。我这可不是吓唬人。您要是不想让自己的那点个人事情，像菜市场的白菜萝卜一样被人随意获取，您要是不想让自家客厅卧室的情景被外头的陌生人看到，那您今天可得腾出点儿时间，把林秋生要说的这些话从头到尾听仔细了。在咱们开始之前，林秋生想先请您动动手指头，给咱们这个视频点个赞，或者您在底下评论区里敲上保护隐私这4个字，让我也知道您来过。如果您是头一回刷到林秋生，觉得我说的在理，对您过日子有那么点帮助，您可千万记得点个关注，把咱们康阳晚年这个频道给订阅上。好了，咱们说回正题，大家伙儿平常生活里有没有碰上过那种特别奇怪，简直像巧合一样的事？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您听听熟不熟悉？就比如说吧，前2天您跟家里老伴儿在厨房一边摘菜一边唠嗑，您随口念到了一句，这天河是越来越热了，咱家那个老电扇转起来嘎吱嘎吱响，风也没劲了，是不是该换个新的了？您就是这么顺嘴一说，说完也没往心里去。可奇怪的事儿来了，等您洗洗手，拿起手机想看看天气预报，刚一点开那个购物软件，或者随便看个新闻的客户端，嘿，首页第一条大大方方给您推荐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电风扇、落地扇、无叶扇、静音扇，应有尽有。再比如说，您和老哥儿几个、老姐妹儿几个聚在一块喝茶聊天，有人就提起，人老了零件就是不灵光，这2天膝盖老是酸疼，得弄点膏药贴贴。您就在旁边听着，也跟着附和了2句，但自始至终，您都没在手机上打过膏药这2个字，一次都没有搜索过。结果您聚会完回到家，往沙发上一坐，习惯性的打开手机，想刷刷短视频。我的天，屏幕上蹦出来的广告，10条里有8条是卖膏药的，还有推荐护膝的，推荐艾灸贴的，甚至连骨科医院的在线问诊广告都来了。这种事发生1回2回，您可能挠挠头，觉得哟，挺巧，觉得是自己运气好。可要是3天2头，隔3差5就来这么一出，您还会觉得这都是巧合吗？林秋生今天就跟您交个底，这根本不是什么大数据，更不是您跟手机心有灵犀，这就是实打实的未经授权的信息收集行为。您的手机现在就像一个放在您身边的设备，那些不守规矩、行为不当的应用程序，他们有办法在您不完全知道的情况下，在手机的后台，就是您看不见的那一面，把您的麦克风开关给打开，把您的摄像头开关给打开，您平时在家里聊的天、说的话，他们可能一段一段都给录下来了。您在家里走动、做事的身影，他们也可能一张一张都给拍下来了。然后这些声音和画面就通过网络传送回到他们自己的服务器里头去了。您可能要问了，他们费这么大劲干这种事，图啥呢？图的是信息价值。在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咱们普通老百姓的个人信息、生活习惯、说过的话、想买的东西，在那些人眼里，那就是有价值的数据。他们知道了您想买电风扇，转手就把这个信息卖给生产电风扇的厂家、卖电风扇的网店。商家拿到了这个信息，就像拿到了您的购物清单，立刻就能把电风扇的广告投放到您的手机屏幕上。这个过程，他们有个说法叫个性化推荐，说是为您提供方便。可要是说的直白点，这就是在收集和使用咱们的信息。而且事情还远远不止推销广告这么简单，还有更需要注意的。有些恶意软件
他们的目的可不只是卖您点东西，他们真的会通过前置摄像头拍摄您的照片，录制您在家里的视频。您想想看，咱们在自己家里图的就是个自在放松，穿着打扮肯定怎么舒服怎么来。夏天可能就穿个背心大裤衩，冬天裹着厚睡衣，有时候躺在沙发上姿势随意，有时候刚起床头发乱糟糟的，这些特别私密，绝不想被外人看到的画面，要是被手机悄悄地拍下来，还流传到了网上，咱们可真就尴尬了。这还只是个人形象问题，更有心怀不轨的人会利用这些拍摄来的照片、视频对您进行不法行为。前阵子新闻里就报过这么一桩真事儿，有个年轻人就是因为在网上下载了一个来路不明的手电筒软件，觉得能让手机闪光灯更亮，结果这个软件在后台启动了摄像头，把他的人脸信息清清楚楚的给录制并获取了。后来的发展让人吃惊，不法分子用获取来的人脸信息跑去一些网贷平台申请贷款，因为人脸识别通过了，还真就贷出来一大笔钱。最后这小伙子莫名其妙就背上了债务，天天被催债电话联系。您说这事儿找谁说理去？所以说啊，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事早就不是广告有点烦人那么简单了，它直接关系到咱们的财产安全、名誉安全，是顶顶要紧的大事。那么咱们怎么才能知道手机此时此刻是不是正在看着咱们、听着咱们呢？是不是正在后台录音录像呢？其实啊，手机厂家也知道这里面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所以现在生产的智能手机基本上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示功能，只不过这个功能特别不起眼，咱们很多人从来都没注意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把您的手机拿起来，平放在眼前，看一眼屏幕最顶上那一栏，就是显示电量、显示时间、显示信号强度的那一栏，这个地方通常叫做状态栏。您回忆一下，当您打开相机准备拍照的时候，或者当您接打电话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在这个状态栏的右上角或者左上角会出现一个非常小的米粒似的小圆点？这个小圆点有时候是绿色的，有时候是橙色的，大家可千万记住了，这个小绿点或者小橙点就是咱们手机自带的提示灯，是手机在向咱们发出的无声提示。如果您看见屏幕顶上出现了一个绿色的小圆点，那通常就意味着您手机的摄像头正在工作，有程序正在通过它拍摄画面。如果您看见屏幕顶上出现的是一个橙色的小圆点，那就同样意味着您手机的麦克风正在工作，有程序正在通过它录制声音。这个功能设计出来本来是为了提醒咱们，方便咱们的。比如说您正和远方的儿女开着视频通话，那出现绿点太正常了，因为您确确实实正在使用相机功能跟亲人见面呢。但是重点来了，关键就在这里，如果您明明什么都没干，您就是安安静静的在看一篇电子书，或者就是在浏览朋友发的微信朋友圈，甚至您只是把手机正面朝上放在桌子上，屏幕都已经熄灭了，进入了待机状态。可是就在这种时候，屏幕上方那个状态栏的位置却突然自己亮起了一个小绿点或者小橙点，那您心里的提示灯可就必须要亮起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可能有一个您不知道的程序正在手机的后台调用您的摄像头或者麦克风，它可能正在获取信息。这时候您该怎么办？别慌，您赶紧用手指从屏幕顶上往下轻轻一滑，打开通知栏。现在的手机都很智能，一般会在通知栏里用文字告诉您某某应用正在使用摄像头，或者某某应用正在访问麦克风。您一旦从这里看到了那个程序，您可以根据需要处理。不过林秋生也明白，有些软件咱们日常生活里确实离不开，比如微信要联系家人朋友，比如地图软件要出门导航，比如购物软件要买点生活必需品，咱总不能不用。那咱们怎么才能既踏踏实实用这些软件，又有效的防止他们在咱们不需要的时候获取信息呢？这就需要咱们自己动手，去好好设置一下手机的隐私权限。这个过程就好比是给咱们自己家设置门禁，把钥匙紧紧攥在自己手里。接下来林秋生就手把手的一步一步的教大家怎么去设置这两个最关键的开关。大家不用担心自己学不会，不管您用的是苹果手机
还是安卓手机。虽然具体的图标样子、选项名称可能有一点点区别，但背后的道理和操作的大方向都是差不多的。您只要跟着我的思路走，肯定能弄明白。第一步，咱们先找到手机的设置，在您的手机桌面上仔细找找，肯定会有一个像小齿轮一样的图标，这个图标的名字就叫设置，这里头掌管着手机所有的功能和选项。咱们今天要做的调整都得从这儿开始。点开这个设置图标之后，您会看到里面列出来长长的一串菜单选项，什么无线网络啊、蓝牙啊、显示啊，琳琅满目。您别看花了眼，沉住气，用手指在屏幕上慢慢往上滑，耐心的往下找。您要找的是一个叫做隐私的选项，有的手机也可能叫隐私保护或者权限管理，还有的会放在应用管理里头。总之，您就认准隐私或者权限这两个关键词，看到就点进去。点进去之后，您会来到一个新的页面，这里面通常会有一个叫权限管理的列表。这个列表可了不得，它就像一份清单，列出了您手机里所有涉及到个人隐私的敏感权限，比如位置信息、通讯录、短信，当然还有咱们今天要重点对付的两位主角，相机和麦克风。咱们先从相机这个选项开始，点开它。点开相机权限管理页面之后，您可能会发现，您手机里安装的很多软件都曾经向您申请过要使用您的相机权限，甚至像计算器软件、手电筒软件、日历软件，它们的申请列表里都可能写着相机二字。您说说，一个计算器它要照相机干什么用？这时候咱们就需要给手机来一次权限检查。您耐心的一个一个应用仔细检查过去。对于那些确实必须要用到相机功能的软件，比如微信，因为咱们要和家人朋友视频通话，要用扫一扫功能添加朋友或者支付，所以这个权限必须得给他。但是咱们千万不能图省事，直接给他始终允许。什么叫始终允许？意思就是不管您有没有打开这个软件，它就拥有随时调用您摄像头的权限，这不太安全。所以对于微信、支付宝这类咱们经用又确实离不开相机功能的软件，咱们要把它的权限从始终允许改成使用时允许或类似选项。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有当您自己主动点开这个软件，并且正在使用它里面某个需要调用的功能时，它才能启动摄像头。一旦您退出了这个软件，或者只是把它切换到后台，它调用摄像头的权限就会被暂停。这样一来，安全性就提高了。而对于那些根本不需要相机的软件，比如刚才说的计算器、手电筒，还有听广播的收音机软件、看网络小说的阅读软件，您可以直接选择禁止，有的手机也叫拒绝，就是不允许它使用摄像头。以后这些软件如果再弹出小窗口，问您需要相机权限，您就可以根据情况选择。您想想看，我看个小说，他要我的摄像头干嘛？这明显就是不需要的。设置完相机权限，咱们退回到刚才的权限管理主列表，再用同样的方法点开麦克风这个选项，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您会发现又是一大堆软件在申请录音权限，什么输入法软件，什么换手机壁纸的软件，什么小游戏，他们都要录音。您说一个换壁纸的软件，他要听我说话干嘛？同样的，对于微信这种需要发送语音消息的，咱们给它改成使用时允许。对于那些压根不需要对话的软件，比如单纯看新闻的、听音乐的，可以改成禁止。您把相机和麦克风这两个最关键的权限设置好之后，就增加了您手机使用的安全性。除了这两个最基础、最核心的设置，林秋生还要再教给大家伙几招非常实用的方法，也是关于隐私设置的，同样重要，咱们一并把它们都处理好。第三个要重点检查的设置叫做位置信息，也就是常说的定位。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自己去过哪，手机都知道？您前脚刚去了一趟老年大学或者社区活动中心，后脚手机新闻推送里就多了很多老年课程的广告。您刚去药店买了点常用药，马上就有相关产品的推销电话打进来。这就是因为您手机的位置信息被获取了，很多软件会记录您的位置。同样，在咱们刚才那个权限管理的列表里，您找到位置信息
或者定位服务点进去，您会发现这里也是一样，很多软件都要求获取您的位置。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它可能知道您的位置信息。所以，除了导航地图软件、打车软件这些离了定位确实没法用的，对于其他大多数软件，比如购物软件、娱乐软件，咱们尽量都把它们的定位权限改成使用时允许或者干脆禁止，尤其是那些不需要的软件，比如计算器、手电筒，可以禁止。这里林秋生要特别提一下相机和定位的关系，很多人不知道，咱们平常用手机拍照，拍出来的那张照片文件里，除了图像本身，还可能包含地理位置信息，也就是您拍照时所在的位置信息。如果您把这样带有位置信息的照片直接发到微信朋友圈，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传出去，别人就可能知道您拍照时的位置。这对于咱们的居家安全来说是需要留意的，所以林秋生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关闭相机的定位权限，咱们拍照就留个干净的画面纪念就好。这个设置通常在相机应用的专业设置里，或者也在隐私定位服务里能找到对应的相机选项，把它关闭。第四个要检查的设置，名字听起来有点专业，叫剪贴板读取权限。我给大家活儿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是剪贴板，就是当您在手机上用手指长按一段文字，然后点复制，或者复制一条短信验证码、一个网址链接的时候，这些被您复制下来的内容就会暂时存放在一个叫做剪贴板的地方。很多软件会去读取您剪贴板里刚才存了什么东西。如果您刚才复制的是您的银行卡密码，或者是身份证号码，或者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短信验证码，然后您转头点开了一个软件，这个软件读取了您的剪贴板，您的密码和验证码就可能泄露，所以这个权限也需要注意。现在比较新的手机系统基本都内置了剪贴板保护功能，您还是在隐私或者权限管理设置里找找，看看有没有剪贴板或者剪贴板读取相关的选项。如果找到了，建议您把它设置成每次询问或者智能控制，意思是当任何软件想要读取您剪贴板里的内容时，手机会先弹出一个提示问您，如果您当时确实是想在这个软件里粘贴东西，比如在微信聊天框里粘贴一段话，您就点允许。如果您根本没操作，只是打开了这个软件，它就突然跳出这个请求，那您可以点拒绝。通过上面这几步操作，咱们基本上就把手机上一些可能泄露信息的设置调整了。当然，除了在手机设置上下功夫，咱们平时使用手机的习惯也得跟着改一改，养成好习惯，才能更好的保护自己。林秋生给大家伙提几点普适的建议。第一，注意软件下载来源，特别是那些在浏览网页时突然弹出来的窗口，上面写着手机内存严重不足，立即清理，或者检测到异常，请立即处理。还有那些内容不健康的视频软件，或者打着走路赚钱、看新闻赚金币旗号的软件，这些软件很多都是不正规的，他们就是靠获取用户信息、弹出广告来运行的。您一旦下载安装了，就可能带来风险。下载软件尽量去您手机品牌自带的应用商店里找，比如华为手机就去华为应用市场，小米手机就去小米应用商店。这里的软件经过官方审核，比来路不明的网页链接要安全。第二，对于那些不太熟悉、不是非用不可的软件，能少给权限就少给。有些软件安装好一点开，就弹出一大堆权限申请，您要是不全部点允许，它就直接退出，不让您用。遇到这种不给权限就不能用的软件，如果不是生活必须，没有替代品，林秋生劝您直接卸载了事。现在应用市场里同类功能的软件多的是，咱们没必要用不安全的软件。第三，给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贴个遮挡物，这可是个既简单又管用的物理方法。如果您觉得上面那些设置太复杂，自己搞不明白，或者即便设置了心里还是不踏实，那您可以用一小块不透光的贴纸，剪成合适的大小，贴在手机屏幕上方的前置摄像头上。等到您真的需要自拍，或者需要和儿孙视频通话的时候，再轻轻把贴纸揭开，用完马上再贴回去，这就叫物理遮挡。特别提醒一下，家里如果有台式电脑或者笔记本电脑，那个摄像头如果不常用，也最好贴上。第四，
注意个人谈话内容。既然咱们心里都清楚了，手机有被获取声音的可能，那咱们就得留意一下。如果您要和老伴儿商量家里重要的事情，或者要说银行卡的密码，最好先注意一下手机的位置。咱们这不是过度紧张，这是在认清楚可能情况后，对自己、对家庭负责任的一种保护。现在的科技很发达，咱们有时候需要留意一下。朋友们，科技发展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便利，让咱们坐在家里就能买东西、了解信息，这是好事。但咱们也得清醒地认识到，科技在服务咱们的同时，也确实存在获取咱们信息的可能。咱们上了年纪的人，对智能产品接触的晚，了解的不深，需要留意。经常有一些老哥老姐跟我说，秋生啊，我手机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我都有点不习惯了。其实啊，大多数情况下是您手机里的权限设置问题。咱们今天把这些该注意的设置调整好，把该管理的权限管理好，不仅是为了让手机更符合您的使用习惯，更是为了保护好咱们的个人信息。家是咱们最后最温暖的港湾，手机是咱们私人的随身物品，咱们要管理好它。我希望大伙看完这个视频，一定要真的拿出您的手机，对照着我刚才说的步骤，实实在在的操作一遍，把那些不需要的权限设置好。如果您一下子记不住这么多步，您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存起来，也可以把这个视频转发给您的儿女，让他们抽空帮您检查设置一下。咱们现在都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完全离开网络，不用智能手机不太现实，但是咱们可以学在使用科技的同时，变得更清醒，更注意保护自己。我希望这些知识能帮大伙把生活过得更明白，安安心心的过好咱们自己的小日子。如果您觉得林秋生说的话在理，觉得这个视频对您和您的家人确实有帮助，那您可千万别吝啬，动动手指，给视频点个赞，把康阳晚年频道订阅关注起来。如果在跟着操作的过程中，您遇到了什么困难，欢迎您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留言，把您的问题写清楚。感谢大家的耐心收看，我是林秋生，咱们下期视频再会。